王毅外长笑谈中美关系前景，满面春风的背后中美两国谁有更大的进退空间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7月3号呢，王毅外长去参加了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，发表了演讲。然后出门的时候，就有记者提问就问了一下中美高层今年会不会接触。然后王外长表示呢，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，但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，并且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。这番表达用词挺考究的，先说是希望恢复，态度拿出来了，说明中美之间中国不是制造障碍的一方，我们希望的是接触，不是隔绝不是脱钩。然后说呢，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，意思就是呢，没有诚意就别谈了。这个态度就是我们不想进行无意义的对抗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会求着美国赶紧结束对抗。你美国想好好谈没问题，但是你想弄点强加于人的某些个结果那就别谈了。所以呢，王毅外长的这个表达呢，明显的是有进退余地，保持一定的强势，特别有底气。另一方面呢，美国方面好像是有一点点着急，这个消除对华贸易壁垒的呼声又出现了。最近是7个亿元一起要求的嘛。其实这个贸易壁垒呢，就是这个科技壁垒等等今天已经是在无声无息中在开始消退。因为特朗普时代，美国就计划搞一个特别大的壁垒嘛，当时考虑的是跟中国玩全面脱钩，当然没法实现不可能实现的。不过呢，计划要搞出一个全面脱钩，然后经济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，生产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之后，可以放手一搏，没有任何顾虑才能跟中国打下来嘛。结果呢，实现不了，换届之后明显是全面脱钩玩不成了，就改成局部脱钩。有些学者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用了4个字，叫小院高墙。这个比喻呢蛮形象的。美国现在呢就是在高科技领域呢要画个小圈子，这个圈子里边把墙在柱上变成小院子嘛，把壁垒建立起来之后，把中国堵在外面，不让中国接触最高水平的科技发展，比如芯片嘛，最典型的例子。但是一般的制造业、能源农业领域还是要跟中国保持合作的，不然生意怎么办呢？比如说中国不买澳大利亚的煤矿，不买澳大利亚农产品了，那美国可是努力抢了不少这部分市场份额的。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变化呢就有点很熟悉，就类似解放战争初期，国民党刚开始玩的也是全面进攻后来发现不行，干不下来，最后改了，就玩重点进攻。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延安等等地方嘛。等我们扛住了这几波重点进攻之后，就开始逐渐实施战略反攻了，那对手日子不好过呀。这就有点像美国搞的，刚开始是全面脱钩，现在是局部脱钩嘛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也很像，就是当时国民党那边玩金融玩砸了，结果这个金圆券通货膨胀，大家还记得，最后那个金圆券比手指都不如。而这一轮呢，美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以前能够通过通货膨胀收割韭菜，这回呢不仅仅没有收割韭菜，还因为商品对中国制造的依赖，把这个通胀恶果自个儿给吞了。你看现在从中国运一个集装箱的货运到美国去，那个运费多少钱呢？32000美元，天价呀！所以这个成本全都让美国自己吞了。特别像当年就是解放军这边呢，粮食产量有保障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边区票跟这个粮食产量是一挂钩，所以边区票的币值特别稳定。而国民党那边呢，货币跟商品脱钩，生是把自己给玩死了。如果说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小院高墙策略也没守住，会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是在几个关键技术上是受美国制约挺大的，但是我们在集全国之力努力去追赶。比如说芯片的设计比如发动机等等领域，我们都在追那么缩小差距之后会怎么样？倒不见得说我们马上要超越美国的水平，或者说是很快赶上，只要我们能够缩小差距，让我们的产品可以满足生产需求，可以保证产能，那么我们其他的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就不受影响。这等于是我们又玩了一把挺进大别山的。如果这几个关键的技术的卡脖子的领域被我们突破了，那就相当于3大战役了。这些比喻呢，应该说不是特别准确，比如说金融那个方面呢，只是像，但是不是很准确。但是总是感觉到就是有点历史轮回那个味道。所以说现在中美呢还都有进退空间，中国呢还可以在这个阶段好好挣钱，因为整个制造业全世界没有复苏情况下就靠着中国呢。美国呢还可以拿着技术优势，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继续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，逼着我们呢减缓一些脚步。只不过我们现在是正在缩小对美国的依赖，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短期看不仅没有缩小，反而增加了。
整个态势上有点此消彼长。现在美国呢，有些人希望消除对中国的技术封锁，缓和和中国的关系，这些人是聪明人。如果说在台湾问题上，美国还能表达坚持一个中国，那么中美之间真的进行高层接触的话，完全有可能谈出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。关键还是王外长那句话，我们这边呢，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会更加的有底气，更硬气。另外呢，美国政府也要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，真想谈的话，你们有这个诚意吗？好，关于王外长评论中美高层会晤的话题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